亚历克斯咬牙切齿，一下接一下，使出全力击打着，仿佛要把行程遭受的全部屈辱与不公一股脑发泄出来。本集继续着《黄石宇宙之生存者游戏》，追捕泰纳的治安官肯特和神父小队来到了新的小镇。古奈特先生的牛群正经过这里，双方就这么不期而遇。肯特从牛仔嘴里得知，似乎见过一个印第安女孩，于是他们找到古奈特先生打听。善良的老先生不相信眼前这个满脸凶相的治安官，也不相信画像上这个小女孩能杀5个人。但在神父的确认下，他勉强说出了泰纳他们的行踪，并在肯特的要求下带他们前往寻找。他们来到午餐的地点，肯特发现了往北去的马蹄印。古奈特先生介绍说，北边是一块大荒原，没有任何植被遮挡和躲避的地方，而且很容易迷路。治安官像一头闻到气味的狼，兴奋地直奔猎物而去。果然，在荒原中，宝马带着2个孩子迷路了，马也累了，陷入了断水断粮的状况。皮特提出自己独自去找水，虽然跑马很不放心，但还是逼不得已让他去了。泰纳绝望地认为逃不掉了，大家都会死在这儿，连那些印第安首领都没逃出去的地方，更何况自己。父亲安慰他，印第安首领不是逃不出去，而是他们不愿丢下老弱妇孺，只要不放弃希望就是抗争。但他们并不知道，追寻他们的除了肯特和神父小队外，还有另外一群人，那就是治安官马姐和报案的印第安翻译一行。但他们阴差阳错的在荒原的一棵大树下碰到了正在打盹儿的斯宾塞，这个拿着一柄猎枪，带着猎豹牙饰品，号称独自杀死过野生猎豹的壮硕白人男子，令印第安人惊讶。马姐则好奇，这个声称要回蒙大拿却带着武器在德州西部徒步的家伙的真实目的。而且这么巧的，与跑到这里抓人却一路杀着人的神父小队一样，都来自蒙大拿，这也太凑巧了。于是马姐要斯宾塞跟自己回去警局查实他的身份。斯宾塞对警察充满怀疑，上一个逼他做卧底的就坏透了。印第安人解释道，这里方圆几十英里内都没有任何水源和人烟，所以无论他是真的路过还是一个逃犯，能碰到救援离开这里就是幸运的，并且保证如果他是清白的，那就送他上火车回家。斯宾塞再次没得选，只好拿上行李悉听尊便。斯宾塞被带到了德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警察局，马姐带他直接来到警长办公室。这座警察局正在改扩建，警长表示，自从德克萨斯发现了石油，这里违法乱纪的人越来越多，如果不扩建，连人都关不下了。马姐借用电话打通了接线员，那个年代还在靠人工接线，接线员都是女人，就像警察局都是男人一样。电话接通了，老达顿的好友警长接起了电话，他比较好奇，怎么女人也能当警长的。最后在马里洛警长的证明下，他才相信。被问起斯宾塞，他再熟悉不过了。这是一个拥有国会荣誉勋章的英雄，连总统都能为他作证。这一席话让马姐大吃一惊，可斯宾塞只是平静如水地表示自己早忘了还有这回事儿。接过电话，斯宾塞就问，杀死自己哥哥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吗？老警长忙解释，现在在蒙大拿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。斯宾塞坚决地说，自己马上就会回来迎战那些家伙，并请警长把这个消息带给自己的婶婶卡拉。警长赶紧阻拦他，并告诉马姐要把他扣住，但马姐表示这是违法的，挂了电话就释放了斯宾塞，还送了一张火车票。看到这里，真希望斯宾塞登上的这辆火车就是亚历克斯那辆，不过编剧肯定不会这么编吧。斯宾塞带着枪就要上车，被检票员拦在车下。斯宾塞执意要带枪上车，最后列车员也不敢再阻拦。要说这可是要去一个人打100个的超雄啊，不敢惹就对了。另一边的亚历克斯可没那么幸运，身无分文的他快被饿晕了。他恳请列车员施舍一份食物，被拒绝了。在他苦苦的哀求下，列车员带他找到车长。车长认为亚历克斯所说的遭遇都是编的，但也不能看着他饿死。列车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他需要付出劳动才有吃的。就这样，亚历克斯成了一名餐车服务员。当服务员也确实是个体力活，走来走去，端菜倒水，被使唤来使唤去，被评头论足，甚至还会被骚扰。对这个英国上流社会的贵族女人来说，这一切都是一种屈尊降贵的侮辱，但她努力地适应着，毫无怨言。一天的工作下来，亚历克斯攒到了一些小费和一顿晚餐。虽然面包硬得像石头，
但饿坏了的亚历克斯毫不在乎地狼吞虎咽。回到车厢已经是深夜，脚都磨破了。列车员送来一双平底鞋，并通知他早上6点要去餐车报到。这也没剩几个小时可以睡觉。刚爬上床，这一折腾吵醒了同屋的女人。女人有点幸灾乐祸地说，亚历克斯这个细皮嫩肉的娇小姐可算是体验了底层人的生活不易了。然后煞有介事地介绍作为底层妇女的生存秘诀，那就是要么拼命干活，要么偷盗，要么嫁人。看起来亚历克斯比较适合嫁人，但亚历克斯表示自己已经嫁人了。女人则认为亚历克斯嫁得并不好，西部农场的苦寒生活可不是什么女人都受得了的，自己要不是为了孩子，也不会跑到这儿来吃苦。这话倒让亚历克斯想起了即将成为母亲的自己。是啊，马上就要做母亲了，对女人来说，人生从生下孩子的那一刻起就会被彻底改变。母亲这个身份需要一个强大的精神和肉体来承担。天微微亮，亚历克斯又起身上班了。早晨的餐车只有一桌，这是一对有钱的夫妻，他们正看着报纸，聊着战争和汇率。亚历克斯忍不住插嘴说出自己的观点。夫妻俩马上认定这个纯正英国口音的女孩是来自牛津郡，是个独自跑到美国旅游的叛逆少女。其中的丈夫更是给出了一张大额的小费以示赞助。亚历克斯没有多做解释，高兴地收下了小费。没想到一扭头就看见那个骚扰他的衣冠禽兽，此人又开始骚扰亚历克斯。这次更过分，他把手伸入了女人的裙底。亚历克斯忍无可忍地用咖啡壶把这个变态打了个满脸开花。这个过程被那对英国夫妻看在眼里，亚历克斯也因此被关了起来。警长和列车长都不听他的解释，执意要秉公把他交给芝加哥警方。火车在芝加哥站停靠，警察上来就要带走亚历克斯。那对亲眼看见整个过程的夫妻挺身而出为亚历克斯作证。警察放掉了亚历克斯。原来那个流氓还谎称说亚历克斯是他的情人。警察留了地址给亚历克斯，告诉他如果他愿意第二天去警局作证，那么就可以对这个流氓提起诉讼。但亚历克斯更想继续前往蒙大拿。扭头间，他突然发现那个带孩子的妇女下车了，手里居然还提着自己的行李。他赶紧追上去抢回了行李，想必连行李都不放过，更别说那些小费了。在亚历克斯提出要报警的威胁下，女人交出了亚历克斯的钱。可惜开往下一站的火车停运了，原因是积雪封路，而且乘客也只有寥寥的数人。亚历克斯瞬间绝望不已，这一路上的悲惨遭遇令他身心俱疲，现在还得留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等几个月，到时候肚子大起来行动不便，他更无法继续前进了，更别说这几个月的生存都是问题。不过他终于还是遇到了好人，那对为他作证的夫妻再次伸手帮助他，邀请他回家借住。亚历克斯虽然满心的警惕，但这对夫妻真的很像好人，至少现在是。杨官班纳带着2个老乡一起来到了抛尸地点，其中一个就是混入治安队里的奸细，死了的妓女就这样被丢入了荒地。杀了搭档的另一个妓女来到街巷中，轻车熟路地找上一个女孩，金钱加上甜言蜜语，又一个妓女上钩了。寻找水源的皮特在追赶一只鹿的时候，直接碰上了神父和抓捕小队。肯特策马狂奔，皮特的马已经精疲力尽，终于摔倒在地。慌乱中，皮特抓起猎枪自保，双方持枪对射。皮特的结局如何？且看下集分解。在本集中，大篇幅的在亚历克斯和斯宾塞的公路历险。亚历克斯继续着从英国贵族小姐到美国独立女性的身份蜕变，过程充满了艰辛和挫折。不过通过这些阻力，生动地描绘出一个对爱情和自由执着追求，面对暴力和不公平拼命的反抗和忍耐，无论何种境地都对人性的底线保持坚持的女性形象。身为一个孕妇，独自承受这一切令人崩溃的经历，这一点尤其让人心碎，但恰恰这也带给人极大的力量。为母则刚，也相信她必定虎妈无犬子。另一条线，斯宾塞的公路历险记就爽爆了。他被设定为达顿家的救星，所以在力量、智力和技能点都是满级。当他接到警长的电话，那看似轻描淡写的几句追问，
就让警长慌了神，真正的霸气侧漏，吓得警长电话都来不及挂，就忙着去传信了，看着实在好笑。开始还以为斯宾塞会遇上印第安女孩泰娜，但看来这只是擦身而过。泰娜的男朋友皮特想必凶多吉少了，他们父子俩真是豁出了命的搭救泰娜，也许就因为皮特的牺牲而换取了泰娜和跑马的再一次逃脱，但也有很大可能他们会被抓住并带回蒙大拿，否则他们该如何与达顿家建立联系呢？未来的故事走向还是非常令人期待的。好的，这集我们就暂时聊这么多，谢谢大家的耐心观赏，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赞关注，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